中国的房地产是否已经进入了最后刺刀见红的惨烈阶段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。虽然房价在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，但是现在连稳居行业头部位置的中海地产竟然也开始砸盘式降价。中海地产旗下在南京多个楼盘被指以骨折价抛售房源，因此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。2025年5月，南京楼市因中海地产骨折价清盘事件掀起轩然大波。位于江北核心区的中海冠江悦、仙灵湖的中海冠文澜、江宁区的中海河山三大项目集体降价，最高降幅超 50%， 部分房源单价直逼地价。这场砸盘突如其来，让老业主们集体破房，有业主刚拿房就亏损超100万。楼市进行到现在这个地步，让所有利益方都不满意，所有利益方都在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。这场人性表演让大家也看到江湖的人情世故，往后的行驶会更加困难。中海冠江悦位于南京江北核心区青奥板块，当时项目以江北核心区毛坯限价破4万每平方米为卖点，待装修均价高达 3.6 万每平方米。然而3年后的2025年，该项目以现房身份推出清盘特惠，单价直降至 2.3 万每平方米，购房即送车位，且不分楼层、户型，全部一口价。据销售透露，项目仅剩200套房源，降价后4天狂销120套，部分房源单价甚至低于地价，楼面价 2.1 万每平方米。这一操作直接击穿了周边二手房市场，在售二手房挂牌价普遍在 2.4 万至3万每平方米，而中海新盘价格更低，导致老业主挂牌房源无人问津。一位2022年以 3.6 万每平方米购入142平方米4居室的业主直接破房了，首付直接跌没，现在把房子卖了还不够还贷款的。因为降价太厉害，小区很多业主无法接受，自发维权，打响了房价保卫战。5月20日，有业主坐在楼顶以跳楼相逼，消防、公安紧急介入。多段现场视频显示，老业主围堵售楼处，阻止潜在客户看房，横幅无良央企，恶意降价，在夜风中格外刺眼。一位中介表示，自己也是这个小区的业主，我也是中海的业主，这是我当年买的房子，我现在也想跳楼，兄弟们，天塌了。很多老业主之前是单价3万7买的，很多业主接受不了开发商的降价行为。从堵门事件到跳楼事件，无不反映着前几年业主买房的辛酸。房子刚入住已经降价100多万，很多人完全接受不了。然而，从法律层面看，老业主的维权诉求面临重重困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，开发商有权自主定价，只要不涉及价格欺诈或虚假宣传，降价行为并不违法。江苏恒森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成宇律师指出，开发商降价前应主动与业主沟通，避免引发纠纷。但从商业逻辑看，企业有权根据市场调整策略，不能因老业主亏损就牺牲自身利益。造孽！而对于开发商的降价行为，政府方面的态度似乎也开始发生了变化。大家肯定记得，往年也有楼盘降价，政府部门立刻就会想办法叫停。但是这2年，楼盘降价已经是普遍现象，政府也不再阻止。因为以前降价是小范围现象，政府还好控制。现在新房滞销严重，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比比皆是，如果还不许他们降价，那么就会把开发商逼死，最后连交付都成问题，这个造成的后果会更加严重。就这次南京中海降价事件看，虽然众多业主维权，网上发帖声援，但是并没有看到政府部门公开介入。截至目前，当地政府并没有叫停降价，但是由于怕惹出麻烦，开发商不再大范围宣传，但是优惠政策并没有收回。
简单说就是只做不说。2021年，中海以逾36亿的代价拍下了观江粤地块，折算下来，平均楼面价超过了2.1万每平米。现在，中海把观江粤的价格下调到了2.3万每平米，只比地价贵了2000块钱平米。连同建安成本、装修包、税费在内，这个单价肯定覆盖不了开发成本，属于卖一套赔一套。但中海依然选择割肉出货，显然开发商对销售回款的诉求比赚取利润更为紧迫。要知道，中海是百强房企排名第4的头部企业，现在也面临如此大的压力，充分体现了中国房地产眼下的困境。就连一直被公认是房地产优等生的万科也深陷泥潭，岌岌可危。2025年4月29日，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深铁集团发布重大损失公告。根据2024年度审计报告，深铁集团2024年合并报表范围内发生亏损334.61亿元，占2023年末净资产比例超过10%，创下深铁集团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财务危机。作为曾被誉为中国最赚钱地铁公司的深铁集团，此次巨亏不仅打破了其10余年的盈利记录，也暴露了万科的财务状况已经是深陷泥潭，无力回天。深铁财报直指亏损主因，深铁对联营企业万科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投资亏损，并计提了巨额减值损失。2024年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下降约20%和30%，多个城市房价跌幅超15%。2025年第一季度延续了下降的趋势，房地产累计开发投资2.0万亿元，同比下降9.9%，其中住宅开发投资1.5万亿元，同比下降9.0%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全国住宅累计新开工面积0.9亿平方米，同比下降23.9%；全国住宅累计施工面积42.7亿平方米，同比下降9.9%。同期，全国住宅累计竣工面积0.95亿平方米，同比下降14.7%。那不成啊，得按合同办呢。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。一系列密集的市场信号不仅揭示了房企端的生死挣扎，也映射出普通购房者在信心崩塌后的集体焦虑。当房企国家队都不得不自断臂膀、赔本甩货，当老百姓倾尽积蓄买下的房产变成负资产，难以解套，曾支撑行业多年的旧秩序已然岌岌可危。中海这场股折价清盘，更像是一记重锤，砸碎了市场最后的幻想。曾占中国 GDP 近30%的房地产，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产业。如今行业持续下滑，势必对整体经济的稳定构成严峻挑战。未来的中国楼市和宏观经济将何去何从？好啦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订阅频道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唱戏不怕嗓门高，京东大户可不怕小，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，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。